纵观历史，蒙古是最大的大陆帝国，东到韩国，西至乌克兰，北至西伯利亚，南抵中国南部，整个帝国建立在开阔的平原上。公元12世纪，在蒙古帝国建成之前，东亚大草原是分散的蒙古族群和可汗率领的突厥游牧民族的根据地。人们牧养牛羊、牦牛和骆驼，他们居住在毛毡帐篷中，来回迁徙于夏天与冬天的营地。游牧民族的女性拥有至高的权力，负责部族的迁徙，管理成群的牲口及其买卖。与此同时，男性则专攻于马背上的战争。这些游牧部落之间常常发生争斗，直到铁木真上台，这种局面得以改变。铁木真出生在一个蒙古贵族家庭，尽管他早年丧父，幼年贫困，但通过与各族首领战略结盟，他迅速取得了强权。与其他可汗不同，铁木真根据战士的功绩来晋升战士，并将战利品平均地分发给他们。他最聪明的是把征服的牧民分散安插到他自己的士兵中，以防止他们联合反抗。这些壮举使他势不可挡。到1206年，他统一了各游牧部落，成为了成吉思汗。蒙古人信奉萨满教，相信自然神灵和他们的先祖居住在他们之上的世界，万物之上则是天神腾格里。成吉思汗相信腾格里希望自己能以他的名义征服整个世界。随着蒙古平原各游牧民族的统一，征服世界也是唾手可得的事。但凡有人反抗蒙古人，则是在违抗腾格里的意愿，因为反叛，他的下场只有一死。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，蒙古人首先征服了中国北部和伊斯兰国土东部。成吉思汗于1227年去世，其王权传至他的家族，即黄金家族。13世纪30年代，成吉思汗的子女们战胜了中亚的土耳其人和俄罗斯各诸侯，随后在1241年摧毁了2支欧洲军队。13世纪50年代，蒙古人占据了整个伊斯兰疆域，远至巴格达。1279年，他们军队在东部一路攻打到中国南部。蒙古帝国的生活并不仅仅是战争、掠夺和毁灭。一旦蒙古人打下新领土，他们会保留其本身的内部政治，雇佣当地的行政人员来治理当地。蒙古人带领各个宗教兴盛繁荣，只要各宗教领袖为其祈祷颂德。尽管他们历常抓捕工匠、学者和工程师，但很重视这些能工巧匠们的专长，强制派遣他们到亚洲各地去继续他们的工作。蒙古帝国最珍贵的产品是金线锦缎，其技艺糅合了中国的丝绸、西藏的金线和巴格达的织布。金线锦缎用来为蒙古统治者制衣、装饰他们的马骑以及装裱他们的帐篷。蒙古人尤为重视中国的火药技术。随着欧亚政治上的统一，仅凭借强大的马上信使和中转站，贸易沿着丝绸之路遍地开花。海上的贸易依然强健，尤其是青花瓷贸易。青花瓷将蒙古中国的白陶和蒙古伊朗的蓝染结合在一起。不止如此，大可汗的继承权并非自动传给长子，相反，则是让兄弟、叔伯和表兄弟一起争夺领导权。年长的寡妇则为他们的儿子摄政。13世纪60年代，成吉思汗的孙子们因为继承权发动全面战争，将整个疆域分为4个独立帝国。在中国，忽必烈统治的元朝被人们认为是科学文化的黄金时代。在伊朗的伊尔汗国，则开始了新式纪念性建筑和波斯彩细密画的发展。在中亚，察合台汗国出现了一些伟大的领导者，诸如铁木儿和他的后裔。在印度，建立了莫卧儿帝国的巴布尔。在欧洲东部，钦察汗国统治数年，直到一个名为莫斯科的商贸站变成了世界强权。尽管蒙古帝国存续之短，蒙古人为世界留下了伟大的遗产，迄今世界难以达到的统治范围。在非洲的几个世纪以后，一位富有的国王来到其他地区，威胁了当地经济，并导致大规模的通货膨胀。这个人是谁？他如何积累了巨大的财富？观看这段视频，了解更多。